德贤景致第一波影评出炉，百姓真的那么胆小懦弱吗？德贤景致的第一波影评已经出来了，大体上已经能看得出故事框架和影片气质了。特别是这个评论还蛮有代表性的，一边窝窝囊囊，一边骂骂咧咧，最后斗志满满，又气又急，又笑又哭，不是那种很刻意渲染悲情那种，战争下那种挣扎活着的辛酸，苦难中黑色幽默夹杂，台词很多影射，像一个人那样死去，像一群人那样前赴后继。总之，不是那种很悲情、很血腥、让人难受的电影。前期诙谐讽刺，后期自然升华，黑色幽默贯穿始终，不说教，不压抑，没有强行上价值。总体评价是好看的，很难得，片子把老百姓的恐惧、害怕、懦弱拍出来了。在这样的一个题材里，创作者敢于把故事的切口做得足够小，小到只讲一个村50多口人，3个日本兵，但同时它又很重，重到能代表抗日时期4万万中国百姓最真实、最普遍的集体记忆。就像我们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年轻时的故事，他们不谈打仗，只谈怎么活下来。总之看完就是很能理解，在当下的中日关系国际局势下，为什么偏偏是这部电影被匆匆推了出来。但是呢，我也刷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那就是有一些网友很难理解，为什么电影要把百姓刻画得那么胆小懦弱，明明只有3个日本兵，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不反抗呢？我想大概是许多人前些年手撕鬼子、步枪打飞机的片子看多了，都已经忘了我们的来时路了。说实话，我还蛮有兴趣就这一点展开聊聊。大家是不是忘了我们汉民族在一战之前就已经被满清政府奴役了近300年吗？要知道，在明代之前，汉族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哪怕失败也敢起义造反，换王朝。而到了清朝，这个默认反抗模型被系统性打断了。清初，满清统治者用极端屠杀建立恐惧，当时我们的很多文人义士实际上已经在留发不留人以及文字狱等运动中被屠杀殆尽。但满清政府聪明的一点是，之后又用稳定压倒一切，消解了反抗正当性。于是底层老百姓慢慢形成了一种心理结构，活着最重要，反抗等于必死，而且会连累所有人。这不是懦弱，这是被集权训练出来的生存最优策略。所以自清以来的300多年来，普通的老百姓早都形成了谨小慎微的个性。然后是清末到民国，先是八国联军的烧杀抢劫，后又是日本侵略。其实在日本早期入侵阶段，也就是1936年以前，抛开那些革命先驱者和军人们，大多数底层老百姓的状态大约是配合一下也许能保命。他们主要是打政府，不打老百姓，忍过去就好了。所以很多百姓延续了满清的生存模式以及古代的改朝换代模式，认为不反抗等于大概率能活。但是他们低估了日本人的对华政策，南京大屠杀加三光政策，这种种族灭绝彻底否定生存幻想的极端暴力，导致底层老百姓的生存逻辑被彻底摧毁。原来投降会死，原来平民会被屠杀，原来妇女儿童不是战争的灰色地带，原来你什么都不做也会被杀。如果说老百姓以前是忍一忍也许还能活，那后来变成忍就是等死，还不如拼死。所以映射到这部电影中的主角团，几乎就是当时这些底层老百姓的典型。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逃到了宜昌安了家，结果新建的家又被毁了，最后又逃到一个山里的小村子，结果还是遇上了日本兵。明明在自己的国家却是逃无可逃。所以最后你怎么都是死，那还不如就像电影中的台词那样，像一个人那样死去。看到一个评论说得很好，看完这部电影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当初中国人会输，后来才又赢了。其实他们都是一群没打过仗的也会害怕的普通人，从麻木害怕到奋起反击。所以这部片子其实是很写实的，也正是这最后的逃无可逃，底层群众才真正开始觉醒。那就是人家的对华侵略可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奔着种族灭绝来的。所以也正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后，在这个生存逻辑被彻底摧毁的节点，中国底层大众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翻转。群众不再配合日伪统治，粮草、情报、劳工全面抵制，游击战、民兵、自发武装爆炸式增长，牺牲第一次被集体理解为有意义的死亡。
抗战才真正进入全民战争阶段。所以啊，真的，那些说什么这部电影刻画的百姓就是蠢，那我真是劝你少看点抗日神剧，多读点历史书吧。